现在是澳洲的冬季，在寒冷的冬日，没有什么比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更能温暖人心了。墨尔本的火锅店数量众多，各有各的特色。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家我去吃过，也值得推荐的火锅店。首先介绍的是蜀大侠，我第一次去吃是侄女夫妇邀请的，没想到已经有预约，但还是要在门外排队等候。进到店内，我才意识到这里有2层楼，座位错综复杂，确实需要工作人员带到位置才行。一迈入大门，最吸引人注目的便是悬挂在上方的一条木质的龙，龙须飘逸，栩栩如生，令整个空间罩上了一层神秘而庄严的气息。四周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云龙纹祥，金色雕花充满了动感与气势。整个空间浓浓的东方韵味，龙不仅是装饰的主题，更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传达。难怪在这家店见到的西人是最多的。这里的装潢非常的有特色，也很喜庆，四川美学无处不在。看这些布置，感觉身在国内，很亲切。这是侄女订的包间，可以。房内已经有准备好的调料，外面这边也有一个公共的调料区。他们家强调内功是锅底，外功看菜品，传统川味锅底与创意菜品相结合。同时，蜀代表川味根基，大体现菜品大气，侠衬托品牌豪爽与侠义精神。这家店在装修和菜品下足功夫，加上位置离墨本众多的大学很近，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者与火锅爱好者。以前听说西人不喜欢吃火锅，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火锅的涮烫方式感到陌生。西方饮食习惯更偏向烹饪完成后上桌，很多西人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自己动手煮食物。麻辣锅底对他们来说又太麻太辣，味觉上不能适应。再加上呢是部分的食材，比如像毛肚、鸭血、鹅肠，被他们认为是非常奇怪或者是难以接受的食物。我想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担心很多人一起共用一个锅不卫生，再加上是那些半生不熟的食物，像涮羊肉，他们也是心存疑虑。但后来全球化与中餐文化崛起，中餐已经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民族菜系之一。加上火锅底料多样，不只是麻辣锅，还有番茄锅、菌汤锅、牛奶锅等等。涮菜更是丰富，可以满足各种的口味，素食者、肉食者、低碳饮食者都能找到他们喜欢的。火锅又是一种一起吃的食物，很热闹，非常适合聚会和社交。对西方人来说，这种边吃边聊、互动参与的形式很吸引人，
甚至有点像 barbecue。更重要的是，社交媒体传播以网红效应。近年来，去重庆旅游的西方人越来越多，很多博主介绍重庆时，火锅是必选美食。这些吃播、探店、视频影响力巨大，让很多西方人对火锅充满了好奇。我想，现在火锅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日常，它正在变成一种国际流行的美食与社交体验。那个大的牛蛙，哎呦，这个牛蛙真大呀，那个牛蛙腿啊！今天我与来自塔斯马尼亚的同行一起到这里吃火锅。我想，虽然那边也有，但品种和味道应该有差别吧。看到同行朋友这么高兴的吃的，看来我是没有猜错。他非常满意我今天的安排，一直说现在的感觉就在国内，对气氛和食物都感到很满足。我们点了海鲜拼盘和和牛拼盘。朋友很久没有吃牛蛙了，所以也来一盘。吃麻辣火锅怎么可能没有毛肚和鸭肠呢？我们开始开动啦！去年回国，我们吃了几次潮汕牛肉火锅，吃得非常的过瘾，妈妈一直念念不忘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墨尔本的东南区 Glen Waverley 这家火锅店。这里有很多吃的东西。这家店的装修也很有特色，但好像以卡座为多。这里是每人一锅的方式涮火锅。他们家有2张圆台和1张长台，很适合家庭聚会。这是他们家的菜单。哇，这里有很详细的画牛的部位。我们就在这张菜单上面点餐，然后交给服务员就好了。就像我们在广州喝早茶的那种方式，也蛮方便的。这还有粥，有砂锅粥。这里是调味料区，不过潮汕牛肉吃的是原汁原味，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调料。这里还有一个包厢，有2张桌。我们准备开动啦！看看这些牛肉，你吃吧。这个汤可以先喝一口汤。哇哦，这个水滚得很厉害了。我们来一点汤。我们又加了3盘牛肉，雪花牛20多块钱一盘，这个雕龙10块一盘。今天我招待来自布里斯班的同行朋友到唐人街这家店吃火锅。因为朋友是上海人，不能吃太辣，而墨本的火锅店偏四川口味，所以我选了这家鱼汤锅底。
菜品也是以海鲜居多。加上看图觉得这家的环境不错，位置也很方便。我们点了一个鸳鸯锅，选了酸菜鱼汤和虫炒花鸡汤底。鱼片和鱼丸是必点的，生蚝也不能少。2人吃，所以没有点太多菜。说实话，汤底味道没有我想象中的鲜和香，味道也是中规中矩。最终结算的时候，感觉价格有点贵，标准大概在80到100每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海鲜的原因。如果吃多了四川火锅，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，可以试试。海底捞这个品牌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火锅连锁店，在澳洲各大城市，像悉尼、墨尔本、布里斯班都有分店。对于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菜品，而是在排队等候的时候，店家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用餐过程穿插的一些表演。他们家的调料区可能是所有的火锅店里品种最多的。我们现在是在市中心，店长给我们推荐了中午的优惠套餐，68澳币2位，佐料是6.9澳币每人。这个饭后甜点可以自选，自己搭配，非常的丰富。这也是包含在6.9澳币每人的佐料价格里。把那个菜拿一点放在我们这里。这个太甜了，加一点这个好一点。这次我们是点菜，因为我们有10多个人，所以要分2桌，大人1桌，小孩1桌，各点各的菜，很自由。这是最大的，我刚才问过。我觉得火真的是，这个，我们这个吃这个火很慢，就是那个气。今天下午准备邀请在墨尔本的邻居，也是好朋友，一起去 CBD， 就是墨尔本的市中心，去吃一个自助的火锅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有什么全部是外国。这里的东西不少，但是摆放的数量并不多，可能是为了避免客人拿的太多吃不完浪费吧。这真
这边是海鲜区，海鲜这边东西还挺多的，品种也很丰富。可能因为是火锅和烧烤一起吧。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？塑料的。澳洲羊颈肉，这位老先生正在选择，这是腌好的肉。是一份份的猪肉卷、牛肉卷、牛肉卷。这就是各种油菜。这个饮料。这边是烧烤档，他们可以帮我们先烤好，这还挺方便的。这是烤好的虾，还有鸡中翅，味道很不错的。这个炉是一边是火锅，一边是烧烤，很方便。我们拿好东西啦。一人一份的生蚝和三文鱼。看我们的两饭，这是牛肉饭。牛肉蛮好吃的，好的，哎，牛肉蛮好吃的。这个生蚝是特供的，就一人一份，不能让你多吃。对啊，一人一份，一份好像7个。倒进去吧。开了没有？啊，开了已经。谢谢。有热气吗？请问一下，开了。我这个不用少，用小没关系。它是成腌过了。啊，哎，要用这个纸吗？要，他们也用这个。店里提供的食品很丰富，制作的味道也很美味，但1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间实在太短了。我们吃得很仓促，很多食品都还没来得及品尝。另一天，我们来到包修的天府火锅。当时这家还是点菜方式，现在好像转做自助火锅了。火锅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来说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
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承载着我们对家乡的思念。无论身在何处，只要有火锅，就有了家的味道，就有了温暖和爱。好啦，这一期就介绍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